真的中了，是我家公子。公子中了，公子别中了！这以后他的日子可就好过了。恭喜啊！恭喜他！真的是。你看下面那个，算了，没关系。你看他是干嘛？他那么有出息，哪一家？这个好像，这是他，这是谁的出息？谁？公子，夫人叫您吃饭呢。公子，公子，来人呐！来人呐！不好了，公子他来人呐！不好了！我的儿啊！你死得太冤呐！夫人，使不得呀，夫人！这是公子的衣服，怎么会落下来呢？天哪！儿啊！世时刀立天，与无量香华，天衣诸影，供养释迦牟尼佛及地藏菩萨仪，一切众会俱复瞻礼，合掌而退。夫人宽心，小僧已为杜公子诵经超度，公子当以往生极乐。待贫僧去点上香烛。夫人，快来看看！夫人！老规矩，前2位免费，后面不管多少位，算不准，一概不收钱。这位姑娘请坐。这位姑娘，眉宇隐隐发黑，身上有阴气，却不似恶鬼缠身，一定常与往生者打交道。可否借我手一看呢？到底准不准？你是仵作吧？我是个仵作。大师真是精神啊！真厉害！哎呀，这位姑娘月得生辉，红鸾星动，眉目中含羞带臊。姑娘此番可是来求姻缘呢？
这件事情只有我跟家父知道，从未向人提及。您是怎么知道的？上归天道之法，不可说。排累了就进来坐会儿吧，有新上的好吃的好喝的，来拿个号。里面没位置了啊！几位客官，往里边请。哎，照顾好了。好嘞。帮忙叫个号。快点儿。嗯。下一个。该。先生，帮我打一卦吧。您是杜老夫人吧？是。白发人送黑发人。唉，您老千万别悲愁垂涕，节哀顺变吧。不瞒先生，我那过世的儿子又回来了。少妇玉女收摄不详，登山拾猎佩戴印章。头戴华盖，足涉魁罡，左扶六甲，右卫六丁。前有黄神，后有乐章，何神不服，何鬼敢当？急急如律令，急急如律令。什么？啊，好吧。什么？哎，这都是我分内的事，你安心走吧。就是这样了。就是哪样了？就是这样了。就是这样了。杜公子迟迟未出现，必是已经安心投胎了。夫人，这是好事啊。哦，阿弥陀佛，还不快给大师拿酬劳！呀，紫苏妹妹，来的挺早的呀。紫苏姑娘，你骑马来的？我来的时候他就在这儿了，我看他一直在这徘徊。我猜，死者应该是他的主人，尸体就在后面。啊！死者的身份确认了吗？死者叫李牧，跟那个杜成一样，今年同是考生，而且都中了解元。紫苏，我看一下。我们在死者身上发现一块绢帛，上书2句血诗。纵使东巡也无益，君王自领美人来。这不过是凶手的障眼法，为了混淆视听罢了。这样就可以把一切罪责都推给鬼魂了。但我查看过这2人的考试记录，水平相差甚远。啊？这么说来，真的是那杜成回来索命的？实际情况是，这个李牧作答相当漂亮，反倒是那个杜成悬偏离题千里，2人之间根本不可能存在抄袭现象。这李牧会不会和其他考生？他的答卷独一份，今天赚大发了！哎，那尸体真的是太厉害了！怎么了？哎，别说！哎呀，别说！哎呀，我听不了这个。你说。这尸首分离，头颅和身上都有皮肉伤，
应该是在骑马的过程当中，先被斩首，然后坠马的。他是在马上被斩首的，还是跌落下来以后被斩首的？如果是先坠马的话，那头颅应该就在附近啊。可如果是在马上被斩首的话，就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样，身首异处。马上被斩首。从伤口的擦伤程度来看，这马奔跑的速度应该相当的快。在那个速度下，若想偷袭得手，出刀的力量、速度和准头缺一不可。凶手必是江湖上1等1的高手。你想啊，死者的头颅。头！自作，快跑，自作，快，自作！出来！大晚上的不请自来，什么意思？你千万别怕啊！有我呢！我告诉你啊，所有的鬼都怕我，放心好了。怎么了，你们两个？我真见鬼了！死去的书生回来索命来了，死人的头擦飞出好几丈远。子苏别怕，就在你们隔壁的南小街。好啦，喝口酒压压惊，喝口茶定定神。你的酒三炮，子苏妹妹你的茶。我去睡了，走的时候把门带上。干嘛？贪收费。知道了。这茶。一杯茶，一杯酒啊。四娘，你家的茶好辣。好酒。出来。小的是李牧家的家丁。今天夜里，你可有发现什么异常没有？小的早早就伺候公子睡了，可是后半夜听到公子的房间里有响动，接着公子就跑出门，径直走到马圈，骑着马就冲出去了。公子好像魔怔了一样，小的还听他不停地喊着什么“冤魂索命啊”。公子真的是被恶鬼缠身了。李家附近就只有这一条小路吗？啊，你在上面干嘛？你管我？我登高望远，思路比较开阔。我问你，死者生前可与同住宣阳坊的杜成认识？我们家公子跟杜成是同窗，曾经拜在一个先生门下，不过这也都是3年前的事儿了。那这3年间，他们之间来往的多吗？以前时常一起吟诗作对，后来也不知道咋回事，来往就不多了。胡闹！这位李介元平时出门喜欢坐车还是骑马呀？平日都是骑马。我们家公子骑术了得，我们啊早就劝他别骑太快，没成想，绝了！你看这颈部的切口也太过整齐了吧？估计啊，这次这个凶手你肯定打不过了。什么意思？你看这个切面多漂亮啊！别说在马上，就是死者站着任由你砍，你能做到吗？这个人力大无比，他可真是一刀下去。能一刀取人首级者，能有几人？既然死者是在马上被斩首，说明这个凶手的身长恐怕也异于常人呢。夜叉在世也不过如此了吧？听说没有？那个落马上吊杜成了，昨天晚上还魂索命，杀了介元李牧，还把人头给割了。哎呦，还有这事儿！不止如此，还留了一首血诗呢。纵使东巡也无益，君王自领美人来。君王就是考官呐，美人就是李牧，意思是李牧会领考官，舞弊。八部。小二，来壶花茶。
快乖，都是在。大师，大师啊，我儿子回来了！快乖，吃点。我儿子回来了，大师。你的胡子呢？喝酒。这样显年轻。哦，大师啊，昨天晚上他们说我儿子回来索命杀人，一定是谣传。您明明劝他投胎去了。哎呀，真是谢谢您啊！我知道您不便说，点头摇头即可。哦，他绝对不会现身的，我估计已经转世了，没准都出生了。好啊，太好了！愿他生在富贵人家，少吃些苦。多谢先生了，这是给先生的报酬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小事情。我先出去了。干嘛呢？这忙不开呢。啊，我肚子饿了，我出去打个牙去。哎，恩人，你何必出去吃啊？我做菜的手艺还算不错，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我这就去做菜给你打牙祭。当真？啊！你不是想把银子拿回去？啊不，我要这钱做什么呀？这都是你应得的。不过，您能不能再帮我问问，成儿转了世，他今生过得好不好？啊！小意思了，这事儿包在我身上。啊，要不咱们先去看看厨房？哎，您请，哎，这边请。哎，我是西域人，口重，酱油佐料您只管多放啊。四娘，你可知道这长安城有哪些善于刀斧的人？长安城最善用刀斧的人，就站在你面前。那你可有把握，一刀就把人头砍下来？干什么？我就是让你看看，我这是吹弹可破的肌肤，还是硬邦邦的铁疙瘩。我要是能一刀斩断人头，我就去刑场了。我还在这儿干嘛？刚才已经都打探过了。昨天夜里啊，长安城里那几个刽子手都在一起喝酒，在畅谈那个如何能让人死得更愉悦。四娘，最近长安城里有没有什么外来的能人异士啊？消息还没探呢，又想要钱。哎，好吧。老板娘，老板娘，有黄酒吗？我腌肉用。有的，有的，我去拿。老大，我们就不应该来，不应该带钱来。哎，客官，里面请。您的菜。哎呀，姑娘这是怎么了？小二，没事。喝醉了，怎么叫也叫不起来。啊，这位官人，您是？大理寺少卿李治。二位客官慢走。你可知道你儿子跟李牧的关系？以前成儿和李介元是同窗。近日他们有无举语？这个老身就不知道了。你这次是来探案，不是跳大神的。哎，知道了，知道了啊。几位官爷，慢慢看吧。要没什么事儿，小的先行告退了。去吧。啊，等等，啊，去把那些显字的纸钱拿给我。好。不是，老大，我突然好热啊，我出去凉快凉快啊。站着。不是我吧，我三炮啊，上房。好嘞。哎，你去哪儿？上房啊。这儿。这儿怎么了？看看这火盆的上方，这梁上有没有铁环之类的东西？哎，怎么样？有灰。说正经的。有铁环。还确实有个铁环。
哎，你咋知道的？铁环，这就没错了。杜成的衣服应该是用丝线吊起来，然后从上面的铁环固定，丝线断了，衣服自然就会掉到这个火盆里。官爷，纸钱来了。这个纸钱上是不是还残留着乳臭味啊？嗯。所以呢？所以会显字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应该是有人事先用了乳汁，在这上面写字。当纸钱靠近火盆一受热，字就会显形了。低级骗术，不值一提。这纸钱有谁动过？这纸钱是从寺庙买的，买来的时候是新的，我拆的，之前没有人动过。三毛，你再看看那边的灵牌。我都看过了，没问题。哎，三炮啊，你去看看，看看有什么机关没有。老大吧，这死者为大，你知道吧？去，要不我去。有什么好玩的吗？哎，双叶，你来啦！啊，快去！四娘让我来告诉你们，她那边收到了风声，说长乐坊东顺大赌庄最近新招了2个力大无比的高人保镖，身长9尺。哇，9尺！哇，那可真算是高人啊！三炮，啊，跟我走。哦，就是嘛，这灵位也没什么好看的啊，我们去赌坊吧。啊。哎，这书生我能去玩会儿吗？这里又没有其他人，自己看着办喽。搞啥子嘞？我们是大理寺的，听说贵赌庄新来了2个西域保镖，请二位出来相见。哎，你敢让我们老大吃闭门羹？你什么意思啊你？三炮，上！哪个喊你们进来的？不想活了噻？干啥子？啊！使不得，使不得！官人手下留情啊！几位今日前来，究竟所谓何事啊？哎，老板，您放心，我们不是来要钱的。把那2个西域保镖叫出来问话。还请少侠高抬贵手，那2个保镖是小人捏造的，本庄并没有这2号人物。不是，那你编的瞎话干嘛？只因本庄近期经营不善，赔钱太多，实在是拿不出钱来呀。为保平安，方才出此下策。几位官人明察呀，小的绝无恶意，只是借保镖的说辞来震慑那些别有用心之徒啊。把你们庄内武功最高之人叫出来问话。就是他。你之前拿杜成和李牧开赌盘，押错注才输得那么惨，难道开盘前没有跟那杜李2人联系好吗？哎呀，官人们呐，这次小的是当真没有联系过那2人。但我在开局前呢，把2人的诗作找来对比，确认了杜成的才华远非李牧所能及，所以我就特地做了一番挑选，在李牧的作品中差中选优，杜成的作品中呢就优中选差，然后供投注者对比参看。所以，你误导赌客们投注李牧，却没想到李牧会中解元。是啊，谁料到那李牧竟然事先买通了考官，提前得到了考题。那李牧为了铲除进题杜成，就假作好意，告诉了杜成错误的题目，那杜成才遗憾落选呢。我问你，你当真觉得，如果凭实力的话，杜成能赢过李牧？小的以性命担保，那杜成才华盖世，李牧绝非对手。快来！你们快过来看看！哎，快点！怎么样，有发现吗？我已经把它从脚趾头研究到头发丝儿了。
现在他的骨骼情况，我可是了如指掌，比他娘还清楚。只可惜啊，他们家的家仆碍手碍脚的，非不让我把他给剖了。你别裹乱了。哎，老大，我这没什么发现，就发现一卷风筝线，但是没发现风筝啊。这不是风筝线，是冰蚕丝，这就是杀死杜城的凶器。什么？冰蚕丝来自于西域，极其坚韧锋利。我在那条小路的树上也发现了冰蚕丝的勒痕，树上冰蚕丝的勒痕位置很高，寻常人从树下走过不易被发现，但骑马就完全不同了。这位凶手先是深夜潜入李牧家中，假扮杜城还魂，李牧心中有鬼，所以才会慌不择路的骑马离开。而他家门口只有这么一条小路，他身上的擦伤证明他当时骑速极快。经过那棵树时，李牧的头颈被冰蚕丝瞬间割断。我安排三炮暗中搜查几位当事人的房间，有了物证，再想查真凶，自然就易如反掌了。那真凶就是杜老太太啊！当初她到我们店里找萨摩算命，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把一切都往鬼魂夺命上想。这些显字的纸钱也是她之前预备好的。她利用丝线把衣服吊起来，衣服就会掉下来。还有，让我随你去了吧！我还活着干什么呀？杜老太趁人不备拔掉了骨栓，使衣服掉落。之所以怀疑她，是因为当时只有她一个人靠近过这根柱子。这个杜老太看似手无缚鸡之力，若不是发现这卷冰蚕丝，我也不会怀疑到她的身上。不是，老大，这不应该吧？那你说这杜老太太图啥？等等，快来看我家程程。程程？哇，这尸体太带劲了！你就可劲儿折腾吧。你看他颈部的勒痕，好赞吧？杜城是用什么字眼而死啊？他们说是白灵。哦。咋了？难道死因有变？杜城不是自缢而亡，而是死于他杀。他的脖子上叠了2层伤痕，位置相同，所以不易被人察觉。仔细看，会有细微差别，一条是粗糙的麻绳，一条是齐整的白绫。我感觉这是一起连环杀人案。那个杜老太太怎会杀自己儿子？老大，你又说错了。三炮啊，再去查一下2个死者之间的关系。好嘞。哎，我让你去了吗？去吗？去吧。去。那杜老太有杀人动机，却没有作案时间。李牧死的当晚，他一直在灵堂，有仆人可以作证。哎，小师傅，跟您打听个人，你们这个寺里有没有一个干净的师傅？干净的师傅，就是整洁的师傅。师傅，我们是问之前被杜家请去超度的那位师傅。哦，2位施主是找净放师兄吧？请随我来。干净、整洁。师傅，我们这是去哪儿？去藏经阁。净放师兄在藏经阁受罚抄经书。啊？他为什么受罚？我们觉得也很奇怪。净放师兄一向脾气都很好，但是就在前几日，因丢了扫把，跟师弟动起了手，这不就被受罚到藏经阁抄经书了。每日下午都去，估计得抄半个月。2位施主，这边请。
师兄，有2位施主求见，请。阿弥陀佛。净放师傅，我们呢正在调查一起谋杀案。哦，前几日我们在杜家见过的。你是那日招魂做法的术士？没错。能不能给我讲一下，那天你在杜家看到的情形？贫僧走进灵牌的时候，听到有细碎的声响。起初只顾着燃烛，并没有在意。后来那声音越来越快，越来越急促。那时贫僧身边并没有人，循声后才发现，原来是灵牌上凭空出现了字，一点点的，还血淋淋的，就像是有个鬼魂攥着刀，站着写在刻字一样。我听说前几日你都在抄写经书，那么忙，怎么还有时间去杜家帮忙啊？方丈把抄写经书的时间放在午膳后，那日夫人清晨来请，并无妨碍。你好好回忆一下，当日那个灵堂可有什么异样？冤魂显灵，戾气冲天，唯愿逝者早登极乐。阿弥陀佛。告辞。2位施主，2位施主，外边有人找你们。总之，李牧的书童告诉我，3年前有个教书先生家境贫寒，为了补贴家用，便答应和杜吕2人共同应试，为其舞弊。当时杜吕2人的资历和才情都差得很远，杜成在考前就退出了。但是李牧为人急功近利，他参加了，所以才出了这么一档的事儿。那为什么只有这位先生吃了官司？东窗事发后，李牧把自己摘得干净，把责任全都推到了先生身上。先生后来找到了杜没有答应帮他作证，因为他怕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。后来这个先生积郁成疾，投河自尽了。杜成也是因为此事，才跟李牧疏远了。这都是3年前的事情，和本案有何联系？他先生是死了，但是先生留了一个儿子，现在已成了孤儿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这孩子还活着，为父报仇也说得过去。我们去找子苏吧，让他查查当年的卷宗，看还能不能找到这孤儿的下落。小师傅，我想打听一下，你还记不记得净放师傅那天跟你打架，伤到哪儿了？脸上和手上都有，不知道身上有没有。那是抓伤呢，还是淤伤？淤伤和抓伤都有，但不过恢复得很快，现在都差不多好了。哎，那你还记不记得他跟你打架是几日啊？是9日前的晚上。净放师傅来这寺里多久了？哦，我来这儿有2年了。师兄比我早来1年左右。多谢。哎，我们可以去逮捕净放了。回来了，黄三炮立下了汗马功劳。忙了一天，辛苦了。还行。想喝茶还是喝酒啊？喝酒。没问你。你呢？酒。好，咱们喝酒。子苏呢？喝多了，楼上歇着呢。咦？杜老太太去哪儿了？在这待了1天，回去休息了。回去了？她不是答应要给我做好吃的吗？她不给你做好吃的，我给你做好吃的呀。你怎么？给你点颜色，你就开胭脂铺是吧？赶紧跟我说说案子。包子，卖包菜。从线索到底，净放就是教书先生的姑子，也正是他杀了杜成和李介元，目的呢，当然是为父报仇。为什么？你没有把过程告诉我们呀？
跟不上你的节奏，为什么？首先呢，我观察到，敬放在抄经书的时候是一个左撇子，而藏经阁的大门呢是双开大门，需要用2只手的手掌同时给门打开。但是敬放师傅不是，而是选择了用右手推开右门，再用右手推开左门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他左边的手掌心当中有伤，而这伤是他对李牧行凶时使用冰蚕丝所致。即使他在手上缠了好多布作为防护，还是被冰蚕丝勒出了伤口。逮捕他时，果然在他的掌心发现了又细又深的伤口。那为什么要查他们打架的时间呢？这就是他聪明的地方。他突然转性，去跟小师弟打架，正是为了要掩盖他脸上和手上本来就有了伤痕。他为了制造鬼魂杀人事件，首先用麻绳狠狠地将杜成勒死。可是他没有想到，他勒死杜成的时候，杜成会用尽全力挣扎，手会向后用力地乱抓。因此他在故意伪造了杜成自杀的现场之后，趁着夜晚看不清楚，故意找茬，与急性子的小师弟打斗，只为了用新伤掩盖旧伤。我去问过那小僧人，他们打斗那一天正是杜成死的当晚，因此才确定了敬放的犯罪事实。你刚才说，我儿子不是自杀，而是他杀。我的儿啊！如此说来，这一切都是敬放设计好的。敬放被抓时，承认早前李牧曾去寺庙祈愿，希望能中戒缘。敬放便看准时机，挑拨他除掉禁地杜成。至于那纸钱，本来就是从寺庙当中取回来的，一定是敬放之前做了手脚。至于灵位，应该是他事先备了一块涂了当归、雄黄与奇楠酒的牌子，点上香烛，奇楠酒遇热挥发，奇楠粉与当归和雄黄发生反应，灵牌变色。不过，我还有个问题没想明白。可是案件到这里，思路清晰，证据确凿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敬放当时不在场，那他是如何操纵衣物，使之落入火盆当中的呢？是我。成儿走了以后，敬放找到我，表明了身份。他还告诉我，成儿并非落榜自缢，而是被李牧所害。我当时听了，心里绞痛难忍，便答应和他一起谋害李牧。我初次到这里来求你们做法，也是他授意的。他说，只有这样先做铺垫，才能洗清干系，才能制造鬼魂杀人的舆论。设计纸钱、衣服，还有特别请敬放来做法，都是为了让大家误以为是成儿还魂，扰乱视听，以便洗清我们的嫌疑。杜老夫人，请你跟我走吧。是。这坛酒送给紫苏姑娘。杜老太太，紫苏姑娘不能喝酒，她昨晚喝了一口，到现在都没醒呢。成儿生前也是不胜酒力，每喝必醉。我就特意为他酿制了这种酒，酒香浓郁，喝多少也不上头。可成儿还是没命喝它了。愿他来生的娘
不会像我这么老糊涂，就把它送给紫苏姑娘吧。等等，他有苦衷，又是从犯，放他一马。他若以合谋论处，难逃死刑，但他也是受人所骗，或许可以从轻处置。李治，姑娘，费心了。重判也好，轻处也罢，终不过是拖着这把老骨头了此残生而已。来，再来坛酒。还喝啊？今儿都第3坛了。哎，今天我看那人有点邪，人头落地之后直勾勾盯着我，我得多喝点压压惊。可是官爷，您再不出城，这城门就要关了。好，走了。客官慢走啊，有空再来啊，客官。哎，又香又脆的蒸饼，吃一个想2个了啊！快来买啊！蒸饼、胡麻饼都有啊。嘿，好，蒸饼、胡麻饼刚出锅，来2个。好，热腾腾的胡麻饼蒸饼啊！哎呀，行了，快点，快点！您稍等，马上走了啊。拿回家别放着，吃着吃，好吃您再来哈。你怎么想起客官来了几天？那个3斤蒸饼好嘞，把我给吓着了啊！还有事能把你吓？多少钱啊？你那么大胆啊，30文。都把我吓懵了，坊间都传这事儿呢。哎，你不用说，我都知道。你说的是刑场那事儿吧？是啊，客官真是太邪了，坊间都传遍。那别烫着，我听人说完头皮直发麻呀。两位，你们说啥邪门事儿啊？我也想听听，说说呗。昨天刑场有个叫李三的被斩首了，你听说了吗？听说了。
他呀，昨天夜里来索命了。对呀，这也太吓人了。这件事啊，都传遍了。那个砍李三头的王大柱，死在刑场了。邪门吧？刽子手死了？可不是吗？都说是李三回来报仇了。哎，我还听说有人昨夜看见李三在大街上游荡，不游的你不信呐？这光天化日之下，这鬼魂之事啊，不可信，不可信啊！你不信？那王大柱的尸体还在刑场躺着呢，你要不信就去看看吧。哎，你的饼。老大，老大，有消息，有消息啊！想先听好的还是先听坏的？好消息。柳安坊新开了一家蒸饼店，我排了一上午，终于让我抢到了。怎么没反应？我一口都没舍得吃啊！你不是吃过了吗？哪儿看见的？葱。那坏消息呢？我在买饼的时候啊，听见有人说，昨天被斩首的那个李三儿夜里回来索命来了。被索命的那个刽子手啊，现在还在刑场躺着呢。哎，老大，还没吃呢，还没吃。哎，不是，今天中午加道菜啊，蒸饼，限量。四娘，给我留一块啊！你说你昨天真的看到李三了？这怎么可能啊！我也不信。让一下。这是谁家的闺女？这种地方也敢乱闯？不怕关？难道不怕晦气？仵作长得这么好看，还真是可惜啊！官人，什么？那尸体阴气太重，一个弱女子不宜太过接近。哼，那可不是弱女子。死者是被李三索了性命，尸体上很有可能沾着阴气，靠得太近，容易被恶灵缠身。一派胡言！一派胡言！你一派胡言！昨夜，小的正打算睡下的时候，忽然听到窗外有响动。小的原本也不信这些神鬼之事，若不是昨夜亲眼见到李三在大街上游荡，有谁能相信把头缝上还能复活呀？站好了。死因已经很清楚了，尸体面目青紫，舌尖突出，而且脖颈处有明显的勒痕。勒痕？哎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！哎，结果，哎呀，果真是大柱啊！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了？这是大柱之妻呀。我们都是大柱的邻居，都是老街坊。我们听说他出了事儿，就都赶过来了。你把他先送回去吧。啊，好。走，闲杂人等，不宜再自救。都散了吧，没什么可看的。行了，走吧，走吧，都散了。来，接下来我们还有更精彩的压轴表演啦！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全长安独一份啦！哎，最近这事儿真挺多的，够累的。大家辛苦了啊！哎，来，找了咱好久，犒劳大家。来，光闻这香味我就已经醉了。行了，来，行。哎，我说兄弟，哪儿来的这坛好酒啊？你们可别多想啊，就这一坛，多了没有？是吗？还不多喝点，来，多喝点，别说了啊！干！哎呦，真不错啊，这好酒。哎呀，忽觉阵阵妖风袭来，这乎
您这事业线很清晰啊。3坛，案子破了，酒就归你。4坛。他真的死了。你可有听过最近的传言？坊间传闻甚多，不知大人指的是哪一件？有人看见你亡夫昨天夜里在大街上走着，头是接回去的，还锁了那王大柱的命。贱妾有一事相求。再说。这事埋在我心中已久，可又不知道上哪说理去。实不相瞒，我家李郎是含冤而死啊！不知各位官人可曾听闻过沉香酒铺？知道。在附近小有名气，酒香而且便宜。真的？哪儿的？对不住各位官人，贱妾不能见血。还不把血擦了？说到这沉香酒铺，正是我家官人多年来的心血。这酒铺名声出去了，却招来了大祸。1、2、3，开炉喽！哎呀，我来尝尝，闻着真香啊！确实不错。好，我来尝尝。真是好酒啊！这一坛搬过来。确实不错。哎，走，这给我。慢点啊。还有菜，咱们一起。来把这坛灌满。咱们家酒啊，卖得可好了。新酒出炉喽！我来一坛，别洗，每个都有，拿好了，别洗了。来，就指着你家这酒了。好，给您。特别香啊！请问，这家酒铺的主人在吗？酒已售罄，不知公子找我何事啊？你就是大名鼎鼎的李三喽？小的不敢当。有客人来了，上茶。这就来。久闻沉香铺的大名啊，今天总算是眼见为实。区小店，不值一提。我也开了一家酒楼，叫斋月楼，好名字啊。不知你是否愿意和我做个交易？公子请说。据说沉香酒楼有一张祖传的方子，只要你肯把方子交给我，我愿意奉上丝绢100匹，锦20匹。你先出去。好。公子还是另寻高明吧。小的一个破方子，不值得公子100匹丝绢。你是不是再多考虑几日？不用了，方子是不会卖的。公子也知道这方子是世代相传，我若是将这方子转让给外姓人家，岂不是要被老祖宗责骂？哼，好，不卖，我会让你后悔的。闪开！发生什么干啥呀？这开走！怎么还抓人？干什么呀？还卖酒？有人喝了这铺子里的酒，死了！冤枉啊！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！走！冤枉啊！根本不可能！冤枉！是我们经常三郎！我看这里面没有毛病。李郎被打入大牢，酒铺也被查封了。现在人没了，铺子也垮了。那沉香酒铺的酒，可还有剩余啊？都在我家酒窖里。现在我家中还有几坛，正好。能不能拿过来？
你想到了什么？没有啊，既然有好酒，不喝白不喝嘛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长安城流行的口脂，这是用朱砂、蜜蜡炼煮净色，加入香料后冷凝而成的。干什么？哎，干什么？哇，真的是特别的俊俏哎。是吧？官人请看。闻上去倒是好酒，不过是不是真的好酒？能喝上一杯就更好了。哎，这酒可喝死过人。你可认识花三弟啊？不认识。那你为什么会杀害王大柱？官人何出此言？我一妇道人家，怎会行杀人之事？人当然不是你杀的，而是你指使花三弟去杀的。你在胡说什么？花三弟今日早晨端了一坛好酒，我一闻的味道便知是你们家的酒，而且花三弟这人沾酒必醉，3杯下肚就什么都说了。难道你还不承认花三弟的酒是你送给他的吗？贱妾不应该骗官人，这酒的确是我赠予花三弟的，可是我从未指使他去杀害王大柱。这王大柱与我无冤无仇的，我怎么会？王大柱可是杀了你夫君的。如果我推测的没错的话，那日在街上出现的李三，也正是你让花三弟假扮的吧？你不甘心你的丈夫含冤而死，为了引起人们的议论，所以你就制造了死人复活的假象，好让官府重新介入调查。我说的这些都没错吧？官人说的句句属实，我实在没有办法才出此下策。可这王大柱的死与我并无关系，望官人明察，望官人明察啊！回来啦，萨姆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哎，有点事要问你。问吧，只要我知道。今天你给我们喝的酒哪儿来的？朋友送的。啊，什么朋友送的？有门路能搞的好酒，介绍我认识一下。这……难道你那位朋友是个女的，还是个有夫之妇？我算一下，这女的她丈夫姓李，对不对？你又知道了。这是我从你枕头底下发现的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也是一时糊涂，你知道，我一看到好酒我就把王大柱给杀了啊！你冤枉我，我没杀人，我怎么敢杀人呢？那这是什么？哎呀，是这么回事儿。李七前几日看到我，她让我帮她个忙。她说她丈夫是含冤而死，希望我假扮成鬼，晚上去捉弄王大柱一番。我一想这事儿吧，要他真的是含冤而死，我就帮他一把；再不济，我赚一坛好酒不是？你昨晚可曾见到王大柱？还真见着了。昨天临近宵禁的时候，我就把自己给扮上了。这路上连只野狗都没有，有个人影晃晃悠悠的。我一看，王大柱，这一看就是刚从酒馆出来，醉醺醺的。我只是想着捉弄他一番。可他一看到我，眼珠子都这么大，噌一下转身就跑了。我看他撞进了一户人家，我怕把事情闹大呀，就赶紧回家了，一觉睡到天亮。你不信，你可以问王二他们，我可再没出来。好吧，那这东西我先替你保管了。哎。
你在李三家又信口开河？哪有？没有证据，我也不会轻易下定论。那证据在哪儿？在脸上。哎呀，你这人怎么开不起玩笑啊？不说清楚不许吃。来，拿筷子。你可还记得今日在李三家发现的口汁？这口汁是近日才在长安城里流行起来的。每次只需用指尖轻轻抹一层涂于唇上，便可让女子看起来娇艳动人。子苏，我说的没错吧？不吃饭瞎折腾什么呢？干嘛？斗鸡啊？我们就先不说鸡，还是说说李七的那盒口汁吧。那口汁，你们可能没有注意到啊，那口汁看起来刚起封不久，但是其中的口汁却已消耗大半，绝不是每天正常取用的量。哎，还有，你记不记得我们刚进李家的时候，李七看到三炮流鼻血，就马上挡住视线，说自己不能见血。所以我推测，李七便是用这口汁代替血，在花三弟的脖子上画出血痕，然后再用绳子装饰。好，我今天在三弟家发现了一样东西，上面沾着口汁。神皮面具！别怕，来，子苏，子苏。这么说，杀害王大柱的凶手是他？我看并非如此。双叶，尸体上有什么异常？我昨天仔细地检查了王大柱的尸体，上面的确是有一些……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吃饭的时候别说这些。吃饭，吃饭，吃饭，吃饭。吃饭了，吃了。可有什么发现？死者的衣服上有一部分没有完全干透的小泥点，集中分布在后背、胳膊内侧和大腿后侧这3个地方。王大柱被发现时就是躺在地上的，是否是那时候沾上了地面的泥土？长安这段时间，你见着异地语了？你的意思是，尸体被移动过？不好了！王大柱的妻子死在了家中。就死了，大夫这说死就死了。是啊，怎么突然就来气了？完了，是这一条血流上来。这真是怪事，家族完了。是，你看看这不就？哎呀，快！官人，官人，死者是砒霜中毒而死。怎么回事？官人，王七一直卧病在床，这刚刚醒过来，就说要喝水，结果喝了没2口，这人就没了。这双叶，验一验这些茶具。
刚才他用的可是这个杯子。正是。这茶壶里面的水没有问题，但是这杯子里面有砒霜。啊！这刚刚是谁给他端的水？是他，赵丁。是他。不是官人，是我给王嫂端的水，可是我没下毒啊，官人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他的手上也有砒霜。啊！官人，我冤枉啊！我不知道我怎么手上会有砒霜，我不知道啊。就是他，我经常看到他调戏王嫂。你别胡说八道好不好？就是他，我也看到了，就是他，肯定是他调戏王嫂不成，怀恨在心，才下了毒手。我是调戏了王嫂，但是我没下毒。证据确凿，还敢狡辩？真的不是啊，官人，真的不是啊，真的不是啊！啊！真没想到，究竟是这样的没想到，这太坏了，是这样的人。就怕这种。这位大哥，你看什么呢？啊，我是看到你脖子上这个吊坠十分特别，忍不住多看两眼。啊，这是一朋友抵债给我的，珊瑚而已。是，告辞。赵丁，走吧。哎，什么情况这是？收摊了。收摊了啊！凶犯抓住了。可以啊，三胖，我就晚来一会儿，凶犯都抓到了。嗯，怎么死的？砒霜中毒，凶手把砒霜涂在了手上，趁着给王七端水，把砒霜溶进了水里。我冤枉的，我不知道砒霜怎么会在我手上。带走。哎，等会儿，能不能让我跟他聊会儿？哎，我说，我们这凶手都抓住了，你还有什么可聊的呀？三胖，你们俩留下。是。我们先回去整理案宗。哎我。官人，我冤枉的，那砒霜不是我下的毒，不是我下的毒。坐。官人，让你坐你就坐。啊。刚刚有几个人？刚刚好多人啊。我是问你屋里有几个人？屋里边有刘芳，我、青姐和沈家小妹，还有老吴。5个人。那你说说，王琦死前都发生了什么？越详细越好。王嫂说想要喝水，我就去端水。我看到老吴在不停地擦着一个杯子。他见我走过来，就把杯子递给我了。就是这样。后来呢？后来，我端着水走到床边，我走得比较急，绊了一下，还是刘芳扶了我一把。你说的这2个人，他们也住这附近？对，都是街坊。有人在吗？有人吗？哎，这位公子，你大叔，我赶了挺远的路，方不方便进屋讨杯水喝？哎呦，当然可以了。这鬼天气啊，又闷又热的，到屋里吧。哎，你快请。麻烦了，大叔。哎，没关系。哎，对了，昨天晚上你可有听到什么动静啊？昨天晚上好像是听到了些声响。哎，他老朽实在是太困了，就不曾起来查看。哎，喝水。
哎呀，我这年纪大了，睡得早，只要一睡下就懒得起来。嘿，哎，大柱家发生的事儿啊，真是太邪门了。大叔啊，请问刘芳住在哪边？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你这个院子还有个池塘啊，多雅致啊！官人见笑了，不过是地基下沉，下雨积水而成的烂泥塘。我这随便砌了砌，养点鱼什么的。哦，哎，对了，王大柱事发当晚，你在哪里啊？那晚我贪多了几杯，很早就睡了。那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？哎呀，我这喝多了，睡得沉，没听到什么动静。官人，这案子不都结了吗？难道有什么变故？哎呀，能有什么变故？我呢就顺便来讨碗水喝，然后呢随便问两句啊。走了，哎，别送了啊。哎。哎，客官，里边请。哎，您吃好了。哎，慢走啊，客官。哎，里边请两位。王大柱跟王七的案宗已经整理的差不多了，只不过还是有些可疑之处。知道了。凶手抓到了吗？萨摩跟他耗着呢。哎呀，我们老大因为这个破案子，已经好几天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。跟我走。给你们老大准备点好吃的。赶紧的。我能吃吗？当然了。这案子现在还不能结。那你倒跟我说说，为什么不能结？真正的凶手另有其人。王嫂，你别过来！我不是故意要杀你的！你走开！你走啊！走开！你走开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哎呦我去！哎呀，我说华三弟啊，你怎么回事啊？练的时候好好的，关键时候掉链子是不是？哎呀，那之前练得好好的，谁知道这儿有个坑啊？什么坑？什么坑？什么坑啊？你什么眼神啊你？哎，你不要怪我了好不好？反正他都已经承认了，目的不就已经达到了吗？真是的，真是。行了行了，你别说了，你要是不摔倒，他就会多说一点，省得我再多费口舌了吗？萨摩，别玩了。你不是说案子已经结了吗？是，案子是结了，现在正式结案。我实在想不清楚，我做的已经很好了，你是怎么开始怀疑我的？王七被杀当日，我来到王大柱家与你相遇，发现你盯着我的吊坠，两眼放光，说话时缩着身体，畏手畏脚，让我开始怀疑你是一个行窃多年的惯犯。没错，在这长安城中，我纵横了20年，从没失过手。可是，这与王大柱的死有何关联？这刘芳与王大柱又无仇怨。他们的确没有仇怨，只是因为王大柱发现了你的秘密，你才想要杀人灭口吧？你把贼赃藏在自家的水塘里，这样即使你行窃的事实败露，捕吏也很难找到证据。我注意到你家的池塘，这塘中之水久不流动，
就是我们常说的死水，这会生成一种特有的腐败腥糟之气。我在王大柱的尸体上也闻到了这样的味道。再加上花三弟说，王大柱目睹李三冯头复活，在极度恐惧之下撞进一户人家。你家的门别很新，应该是撞断之后新换，证明王大柱当晚撞入的就是你家，因受了惊吓，精神恍惚，失足跌落水塘。你怕你的小秘密从此败露，恶从胆边生，将王大柱活活勒死。之后，你想到王大柱是刽子手，所以你就用推车将王大柱拉去刑场抛尸，想造成冤魂索命的假象，然后回家清洗掉推车上的泥污痕迹。你自以为谨慎，反而弄巧成拙。我发现你的指甲久未修剪，里面还藏有黑垢，头发整齐但却油腻，说明你不修边幅。那么在你凌乱的生活环境里，却摆放着一辆如此干净的小推车，实在是太奇怪了吧？那天给你的那碗水太贵了。没错，他自己不长眼睛，看见了我在水塘里藏东西，我怎么可能让他活着？可是王琦是一个弱女子，你为什么还要残忍地杀害她？你的确是挺聪明的，差点就被你摆脱了嫌疑。你想把嫌疑全部推到邻居赵丁身上，因为他才是那个把水端给死者的人。但是很奇怪，如果赵丁真是凶手的话，那为什么在事发之后不立刻洗掉手上的证据，反倒等着被发现？所以，我就将凶手锁定在老吴，还有你身上。老吴在别人家里莫名其妙地擦起杯子来，很是奇怪。可后来我去了老吴家一趟，便豁然开朗。老吴应该是一个有轻微洁癖的人，所以他才会把家里的东西都码得整整齐齐，擦拭杯子也就顺理成章。那么凶手只能是你。事发当日，你首先在手上抹上砒霜沫，然后故意绊了端水的赵丁，又假装好心将他扶住。你是个窃贼，手脚本来比普通人都快，你就趁机将砒霜抹在了赵丁的手上和杯子里。你自认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，环环相扣，可在我看来，只会让你的嫌疑越来越大。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为什么要杀害王七了吧？那是他自己找死。她丈夫死的当日，我为了不引起怀疑，我就跟几个邻居陪她去刑场。我特意把沾满泥污的鞋换掉，可她看到我以后夸我鞋干净。哼，这事儿吓得我眼皮跳了好几天。回来我就想，她必须得死，她死了我才心安。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既然你已经认罪，那就跟我们走吧。带走。兄弟们，拿下！想什么呢？伽罗圣殿，为勇者居之；圣火清凉，为勇者御之。什么意思？没什么。看这玉佩。啊，元兄，嘿，你们听说了吗？那斋月楼的掌柜被抓起来了，活该，做出这种事情真是财迷心窍。是啊，
幸好沉香酒铺又回来了，要不喝谁家的酒都不是味儿啊！那还在这儿干嘛呀？去沉香酒铺啊！走，沉香酒铺去，走。怎么嫌我的酒不好喝呀？喝酒伤身，请各位切勿贪杯。为了您的妻儿，千万不要酗酒。李少卿，我正在给我的食客们进行营养知识讲座，课已经结束了，不好意思，下次请早。好了，各位，请牢记我们的健康诗：冬吃萝卜，夏吃姜，小酒适量保健康。沉香酒铺重新开张，切记哦。欠你的4坛酒。喏，三毛啊，沉香酒铺老板娘多讲究啊！为了表示感谢，送你4坛酒啊！送呢？哎呀，这就像……走了，走啊，小心点儿。说你呢，后边的。面目显缱绻。风风